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王建民的癌症去世早已有预兆，许多人说，这可以从他的面相上看出一些端倪。中国古代的相术学中，面相学被认为是一种通过观察人的外表，尤其是面部特征，来预测健康、性格以及寿命长短的技艺。面相学认为，人的面部特征反映了内在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，因此面相也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命运走向。王建民的短命可以从他的面相特征上窥见一些预兆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从面相的角度出发，探讨短命的面相特征。一、额头窄小凹陷。在面相学中，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早年运势、智慧以及父母的庇佑。额头宽阔且饱满的人，一般运势较好，精神旺盛，具备较强的智慧和思维能力，并且能够受到长辈的关照与扶持。然而，额头狭窄、低平甚至凹陷的人，往往体质较差，健康状况欠佳，容易早年遭遇不顺。这种额头的形状不仅意味着此人思维不够开阔，做事难以远见，还暗示其容易受到早年健康问题的困扰。王建民的面相中，额头较为狭窄且带有些许凹陷，这表明他从年轻时可能已经体质较弱，身体易生疾病。额头的这种特征暗示了他早年的不顺与健康的潜在危机，尤其在面相学中，额头凹陷被视为短寿的一个重要特征，暗示此人在晚年容易受病痛折磨。二、印堂狭窄且有竖纹。印堂是位于两眉之间的区域，被称为命宫，是观察一个人命运和健康的重要部位。印堂宽阔明亮的人，通常运势顺畅，身心健康，命运较为平坦；而印堂狭窄的人，则容易命途多舛，生活中遇到的阻力较大，健康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。如果印堂上还有竖纹，尤其是深刻的竖纹，通常代表此人压力大，情绪波动大，长时间处于焦虑和压力之下，容易出现身体上的病痛，特别是与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相关的问题。王建民的印堂较为狭窄，且早年间便出现了明显的竖纹，这表明他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，可能因为工作、生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，导致情绪积压，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印堂的竖纹和狭窄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。印堂不佳往往是短命面相的标志之一。三、眼窝深陷且无神。在面相学中，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户，代表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。眼睛明亮有神的人，通常精神饱满，充满活力；而眼窝深陷、眼神暗淡无光的人，则往往处于虚弱的状态，身体状况不佳。眼窝深陷还意味着这个人肾气不足，肾气的虚弱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健康。肾虚的人常常体力不支，易感疲惫，长期下来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。王建民的眼窝较深，且眼神显得无力，这表明他在健康上已经出现了问题。肾气不足会让他长期处于身体亚健康状态，而当身体机能逐渐下降时，癌症等严重疾病便容易在身体内滋生。面相学中，眼神暗淡无光是短命的预兆之一，特别是眼窝深陷，往往与肾功能衰退、身体虚弱相关。这种特征意味着此人易患慢性病或重病。四、法令纹深刻且不均匀。法令纹是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的两条纹路。在面相学中，法令纹的长短、深浅和形状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。法令纹深刻且对称的人，通常代表生活安稳，寿命较长；而法令纹过于深刻、不均匀或朝向嘴角下垂，则暗示着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容易遭遇突发疾病，甚至预示着短命或早逝。王建民的法令纹较深，而且纹路不太对称，尤其在病重时，法令纹显得下垂明显。法令纹下垂意味着此人的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危机时刻，生命力逐渐衰退。面相学认为，法令纹不佳的情况下，身体机能的退化速度会加快，容易早逝或因为大病而失去生命，这也是王建民的短命预兆之一。五、鼻梁低且带有痣。在面相学中，鼻子被称为财帛宫，不仅代表一个人的财运，还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鼻梁代表着一个人的脊柱和中枢神经系统，鼻梁高挺且直的人，往往身体健康，精神状态良好；而鼻梁低矮、
弯曲甚至带有痣的人，则容易出现健康问题，特别是鼻梁上有痣，往往是疾病缠身的标志，尤其与呼吸系统、心脏问题以及癌症相关。王建民的鼻梁较低，且鼻梁处带有一颗痣，面相学中认为，鼻梁有痣的人往往身体较弱，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。这种痣如果颜色较暗或形状不规则，往往预示着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，而低矮的鼻梁则意味着生命力较弱，免疫力不足，容易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身体内部的隐患而患上大病。6. 嘴唇暗淡无血色。嘴唇在面相学中被称为水星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肾气和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。嘴唇红润的人通常气血充足，健康状态良好，而嘴唇暗淡无血色，甚至发青、发黑的人，往往意味着身体气血不足，健康状况不佳，肾脏功能有问题。嘴唇的状态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内脏功能。如果嘴唇常年发暗，通常预示着体内器官已经出现了问题。王建民在患病期间，嘴唇常常显得苍白无血色，这表明他的气血已经非常虚弱，身体内部的功能失调严重。面相学中，嘴唇颜色的变化常常是短命的信号，尤其是暗淡无光的嘴唇，意味着身体的能量消耗殆尽，生命力逐渐枯竭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，王建民的面相特征中透露出不少健康隐患和短命的预兆，诸如额头窄小、印堂狭窄、眼窝深陷、法令纹不对称、鼻梁低且带有痣、嘴唇无血色等。这些面相特征在传统相学中都暗示着一个人可能存在的身体问题。尽管面相学并非严格的科学，但它通过长时间的文化积累，确实从某些外表特征上反映出内在的健康状况和生命走向。王建民早逝的事实让人不禁反思，他从面相学中透露的健康警示——额头窄小和印堂狭窄，表明他早年可能健康不太稳定，同时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。眼窝深陷和嘴唇无血色，则是肾气虚弱、气血不足的征兆，预示着免疫系统的逐渐衰退。法令纹不对称，鼻梁低且带痣，预示晚年健康运势欠佳，容易遭遇重大疾病。这些面相上的特征，可能在他生命中早已埋下了疾病的隐患。我们从王建民的案例中得到的启示是要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。面相学提醒我们，身体上的外在变化往往反映了内在健康的波动。通过观察这些变化，我们可以尽早发现潜在的问题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。无论我们是否信奉面相学，其核心价值在于让我们保持对自身健康的关注，避免沉溺于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及时进行体检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。健康不仅仅是外表的光鲜亮丽，更是内在身心的平衡和良好的生活方式的结果。因此，从面相中吸取教训，积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延年益寿、避免重大健康问题的重要一步。第二，很适合老年人的3种运动方法，每天练一遍，增强免疫力。1. 抱胸。伍国忠先生的一套抱胸放松法，因为简单易学，效果好，很受老年人的欢迎。这套抱胸法几乎只有一个动作：站立后把手抬高，然后在胸前做抱球状。此法放松的道理，是因为人在做抱球状的时候，身体的重量会集中在前脚掌的2/3处，这时整个足阳明胃经的气血就会充盈起来。因为足阳明胃经是一条多气多血的经络，它对激活人体气血是非常之快的。肩背放松下来，全身也就放松了，心也跟着放松下来，人会进入一种喜悦的状态。2. 背部撞树法。用背部撞击树木，目的就是通过动作按摩挤压背部经络及其上穴位，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活络全身血脉。可以用背部撞击树木，也可以撞击墙壁、沙袋等。除垂直撞击外，还可以将背从左向右旋转撞击，或用身侧面撞墙，力求让整个背部都获得适当的挤压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虽然撞树法简单易学，但注意在撞击时要由轻到重，时间由短到长，一般每次10至20分钟就可以了。另外，由于老年人机体功能已经开始退化，撞击时不宜用力过猛，以防出现骨折甚至伤及内脏。3. 跪膝法。跪膝法简单的说就是跪着用膝行走，一般会在地板垫一个软垫子，每天花20分钟，以膝带足，徐徐前行。
中医称膝为筋之府，膝就被叫做筋的房子，而肝又主筋，所以跪膝法大补肝脏，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血液循环。跪着走，把气血引到膝盖上去，再引到腿上去，慢慢就可以把肥胖者腿上的赘肉减去。重理巴人先生认为，做完跪膝后，可以结合金鸡独立法进行锻炼。所谓金鸡独立，就是单脚独立，只需将两眼微闭，两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，任意抬起一只脚，试试能站立几分钟。由于双眼微闭，老年人金鸡独立时调节自己的平衡，就不是靠双眼和参照物之间的协调，而是通过调动大脑神经来对身体各个器官的平衡进行调节。这是脚上6条重要的经络，通过脚的调节，经络对应的脏腑和它巡航的部位也就相应得到了调节。此法可以使意念集中，将人体的气血引向足底，对于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颈腰椎病等疗效显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